每晚一个恐怖故事，兄弟们，今天咱们来看一部印尼恐怖片《红衣女鬼》。故事起因于深夜的一场酒局，6个小年轻欢聚一堂，很快喝的就有一些过头了。看着手机上男友发来的短信，卡拉并没有理会，继续嗨皮了起来。等过了个把小时，女主阿曼已经喝成了半吊子，脱掉上衣跑去了洗手间。这时候一旁的卷毛也跟着走了进来。他俩属于互相不认识，但从一见面，卷毛就似乎对阿曼有了歹意，所以趁他在洗手池呕吐，顺势就趴在了阿曼身上，摇头晃脑的。阿曼看见镜子中的一幕，酒也瞬间醒了。虽然喝醉，但他有着极强的自我保护意识，一把将卷毛推开，吓得夺门而出。可哪知出来后，好闺蜜卡拉这时候不见了，阿曼只好独自离开，因为这是卡拉自个儿的家，心想她应该不会出啥事。可是第二天天才刚亮，阿曼的手机就一直响个不停。给他打过来的是卡拉的母亲，说卡拉人不见了，电话也不接。大婶全程很着急，因为他刚才一进公寓就闻到了一股很浓烈的酒味，屋内一团糟不要紧，最主要的是卫生间的玻璃以及主卧室的镜子都碎裂了，浴缸的边缘还沾着几滴血点，所以昨晚卡拉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所有人不得而知。他也就这样失踪了1个多月，直到这晚，卡拉的母亲心灰意冷地找到了一个算命的阿婆，她哭着把女儿的照片递给了他。而在经过阿婆的一系列操作，他也惊得瞪大双眼，告诉大婶：“你的女儿已经死了。”大婶听后一脸哭相，但又马上面露凶光。第二天，她喊来了卡拉的好闺蜜阿曼，而在阿曼坐电梯时，就看到了一位老太与物业起了争执。听老太说是家用的自来水散发着一股臭味，问物业怎么还没有处理好。之后，阿曼见到了卡拉的母亲，但她如今已满脸憔悴，印堂发黑。在给卡拉上了炷香后，大婶开始可怜巴巴的一顿哭泣，询问阿曼卡拉的尸首到底在哪。如今自己只想让女儿得到安息，大婶越说情绪越激动，吓得对面的阿曼猛地将手甩开，他也一怒之下走进了卧室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而后情绪糟糕的阿曼便听到了卧室传来了喃喃自语的哭泣声，他抱着关心的态度推开房门，却看到大婶双手握刀，嘴里不断念叨着那晚所有喝酒成员的名字。Rosa, dan terutama kamu, gak mungkin kalian tidak tahu di mana anak saya berada. Aku janji aku akan cari Kara sampai ketemu. Ini semua gara-gara kalian, bangsat. 阿曼非常恐慌地离开了大婶家，而在他的心情逐渐平复时，一位算命的阿婆紧紧盯着阿曼看了好久，接着问了一句：“你的朋友怎么了？他看起来病得很重。”阿曼听后只感觉十分荒唐，认为这是他们这一行惯用的把戏，他转头离开了。可镜像中，这时却若隐若现出现了一位女子。在当晚的午夜时分，卷毛这边照常喝得烂醉，回到了自己的公寓。他满脸通红走进电梯，按下自家对应的楼层。可等2扇钢门缓缓关上，朦胧的走廊尽头出现了一位身着红衣的长发女子。那人只是一味地站着，起初卷毛没有在意。而当电梯来到第4层，门开了，外面似乎有人。卷毛好奇地探出脑袋，只是一眼，才喝醉的他瞬间就被吓醒。因为楼层之间走廊再次出现了那位红衣女人，她有一些心慌。这时电梯再次打开，那个女人也离这边越来越近了。卷毛死死紧摁关门键，内心默念着上帝保佑，但很不幸门还是开了。只见女人伸直手臂，嘴里咆哮着往电梯里冲来。危急时刻，电梯也反应迅速，将女鬼拦在门外。卷毛暂时松了一大口气，可没过一会儿，他的后背就传来了一些动静，是女鬼在笑呢。她已经摸进了电梯，卷毛也吓得卖力的扑腾从夹缝中挤出，脊背上的寒意瞬间传到了脚后跟，而脚后跟也一下被女鬼抓住，把卷毛再次拖到了里面。他大声吼叫着，那2扇钢门也在这一刻失去控制，夹住了卷毛的脖子。最终卷毛落得了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，而这段惊心动魄的悲剧被电梯里的监控实时记录了下来。第二天早晨，阿曼通过好友发来的短信看到了这一幕，而影像中卷毛明显在害怕门外的什么东西。阿曼认为极有可能是闺蜜卡拉，因为在他昨晚起夜的时候就看到了卡拉来找过自己，他全身腐烂，说自己死得很冤。可葬礼上的好友听到这些话，始终不愿相信卡拉已经死了。他们不是讲什么情义，更多的是不想把麻烦都揽到自己身上。而在这过程中，卡拉的男友阿强与老马互相对视了一下，他俩似乎有什么秘密瞒着大家。在举行完葬礼后，丽莎与格里正驾车往家里赶，两人也因为白天阿曼的那些话吵了起来。格里很是懊恼，让女友不要疑神疑鬼的。
两人意见不合，争执不断。而当开车的格里再次将视线回正，突然一下，一个人窜了出来。格里与丽莎一时间愣在了原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们才开门下车。周围白雾茫茫，到处都是成片的大树。两人东张西望，找了好一会儿，但四周啥也没有，地上也没有任何血迹。就在这时，格里率先发现了什么，他看到了那个被撞飞的女人从地上缓缓飘起，转身。格里大喊让女友上车，一脚将油门踹进了油箱，火速开溜。当镜头回到副驾驶内，他已然满头大汗，嘴里发抖地询问女友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而放在一旁的手机也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正是格里的女友丽莎打过来的。格里看到后直接懵了，但还是先赶紧接听。只听丽莎很急促地说着自己还没有上车。那此时副驾驶上坐着的又是谁呢？格里瞪大双眼缓慢看去，又吓得一脚把车刹停。在他不可置信地从车内跳出后，一辆越野车不偏不倚地开了过来，撞飞了格里。之后，丽莎惊慌失措地找到了阿曼的家，大声诉说着刚才发生的事情。她表示自己明明没有看到什么，可格里却像丢了魂魄似的，拼命钻进车内跑走了。而眼看着怪事接连不断，阿曼想起了那天说话神神叨叨的阿婆。第二天，几个人便聚集在了阿婆的店里，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老马那边的电话始终打不通，失联了。三人只好先进入主题，将卡拉的一张照片交给了阿婆。看完后，阿婆便从后架上拿来了一张卷轴，她缓缓摊开，里面是某种仪式的一些介绍，说是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女人自杀后，那么她的灵魂就可以回来复仇，她永远不会停手，直到彻底完成自己的目的。阿婆告诉大家，必须尽快找到她的尸体，自己才能对症下药。但恰恰这也是阿曼来这里的目的，他们根本找不到卡拉，而对此阿婆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他们与卡拉联系。只见他拿出了一炷香，到处捣鼓，又在茶杯中点燃一张黄纸后，让阿曼一口喝掉。不过多时，屋内的灯光忽明忽暗，逐渐熄灭。而恍惚间，阿曼就听到了卡拉的呼救声。随后浮现在眼前的是卡拉醉倒在床的画面，他意识朦胧，被一双手从上面紧紧摁住。可在离真相越来越近的时候，仪式被突然中断了。阿曼喘着气从地上爬起，这才发现阿婆已经被仪式反噬，惹鬼上身。他疯狂扑腾起来，朝屋内三人发起了攻击，又从地上摸起一块玻璃碴子，逮住了躲在角落里的丽莎，一下接着一下，丧心病狂地将碎玻璃扎入她的背后。阿强也从后面抄起板凳砸去，可乃这阿婆身板极其硬朗，又朝着阿强猛扑过去，把他推到了外面的阳台。最后自己重心不稳，从楼上跌落，这才终结了刚刚那危机的一幕。事后，阿曼叫了救护车，将重伤的丽莎送到医院，再与阿强一同来到了卡拉家的公寓。因为在阿婆神志不清的时候，他表示一切都是从这个公寓里发生的。接着，阿强拉了一下把手，哪知门根本没锁，而一进到屋内，里面就散发着一股浓烈的腐臭味，刺鼻难闻。打着电筒，循着气息，他俩缓缓推开了主卧的大门。只见卡拉的母亲已经吊死在了自家的房顶上，还身穿着一袭红色的连衣裙。原来之前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，都是来自这位母亲的复仇。第二天，他们将大婶的遗体带到了殡仪馆火化，好以此让她安息。可是卡拉始终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作为母亲，她真的能够安心离去吗？在这天晚上，处在医院养伤的丽莎就发生了一些状况。起初是阿曼这边在等弟弟洗澡时，给丽莎打去了电话，咨询她的伤势。可哪知丽莎拿起手机，看到的却是卡拉的名字。她瞬间惊得全身一颤，手机掉在地上的同时，躺着的病床也开始从腰部的位置折叠起来。同时，另一边的阿曼见电话打不通，又察觉到弟弟那边去了很久还没有出来，他推开门进了浴室，掀开帘子，弟弟却没了人影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黑影从门后面直直扑来，把阿曼给扔进了浴缸里，准备活活呛死。从水中望去非常朦胧，但阿曼还是看清楚了那一身红色连衣裙。而接着那人又变成了弟弟的模样，原来他被附身了。
阿曼赶紧踢掉止水阀，这才得以喘气从浴缸里爬了出来，然后一把控制住失去理智的弟弟。他急忙打电话告诉另一边的阿强，说这件事还没有结束。在情绪最崩溃的时候，阿曼听到了水龙头在滴答滴答的响着，这也让他回忆起了那天去往卡拉家的公寓时，有一位大妈在与物业争执自来水有异味的问题，于是让阿强在公寓集合，匆忙挂断了电话，接着率先来到了卡拉家公寓的顶楼。他四处张望，终于发现了放在中间的一个蓄水箱，而随着盖子被阿曼掀开，一股浓烈的尸臭味扑鼻而来。他终于找到了失踪将近2个月的卡拉，此时她的整具身体已经被水浸泡的高度腐烂。阿曼努力喊着好闺蜜的名字，紧接着阿强也赶了过来，随着阿曼的指引爬到了水箱附近。这时他发现卡拉的手中拽着一条项链，等把项链取下来一看，上面竟然刻着阿强的名字。阿曼正要开口询问，就被阿强从后面一闷棍打进了水箱里。Putra! Kenapa kayak gini, Put? Putra! Putra, buka, Put! Putra! 在阿曼惊慌之余下，对面的卡拉突然侧过身子望向了他，阿曼也随之沉入水底，脑海中开始看到了那晚的一些画面。原来那晚在酒过3巡，卡拉并没有回应男友阿强发来的信息，于是阿强第二天一早来到了卡拉的公寓，门不仅没锁，他还闻到了一股酒味，阿强瞬间就有了不好的预感。等他推开房门进到卧室，就看到了老马正趴在卡拉的床上昏睡。在脑补昨晚的一些情节，阿强瞬间就有一些破防了。此时卡拉正在浴室里冲澡，目光呆滞，似乎他对昨晚发生了什么也不知情。他慢慢走来，哭着跟阿强解释，又紧紧抱住了他。哪知被阿强猛地甩开后，一个后脑勺撞在了浴缸上，当即就成了一副将死之人的模样。看当时的情况，应该还能抢救一下，但阿强对女友卡拉此时只有怨恨，选择了见死不救。很快，一直躲在暗处的老马在接到阿强的电话后，也赶到了天台。阿强喊他过来，是一起解决掉发现真相的阿曼的，但老马不愿因为此事再有人死去了。原来到那天早上，他昏昏沉沉从床上爬起，阿强就已经将被自己误杀的卡拉重新放到了老马的旁边，伪造出一副是他搞死卡拉的现象。然后阿强再当作见证人，装作一副毫不知情的模样走进了卧室，在发现了床上冰冷的女友，阿强瞬间戏精上身，逮住老马就是一顿暴打。然而打完后，他俩又化身成了好哥们，一同将卡拉的尸体抛进了天台上的水箱。在听到阿曼喊道卡拉其实是阿强杀的后，老马此刻也暴怒了，拎着阿强就是一顿毒打。打完后，他又善心大发，火速爬上梯子去解救水箱里的阿曼。但老马显然没有意识到阿强的杀心，被其拎住后脖梗子，从梯子上扔了下去，砸死了。而同时，水箱中的阿曼也逐渐失去了生命迹象，她缓缓沉入水底。可闺蜜这时就像活过来一样，张开双臂主动抱了过来，附在了阿曼的身体。等下面的阿强打算将老马的尸体也抛进水箱中时，他只听旁边传来了一阵剧烈的抖动声，紧接着水箱的铁盖砰的一声炸裂开来，又朝着阿强这边径直倒下。而随着水花的四溅过后，被卡拉附体的阿曼从里面爬了出来，身形十分怪异，且双眼充满了血丝。阿强看到后吓尿了，拉开铁门朝楼梯口就要逃命，哪知刚一转身就看到了一个鬼影子躲在楼梯下面。卡拉用肛门夹住阿强双腿一顿猛踹，又捡起了地上一把美工刀，准备杀死这个人渣。而当刀子刺向心脏处的位置，阿强又哭着打起感情牌，恳求阿曼放过自己。在一顿求饶下，阿曼也逐渐恢复理智，松开了紧握刀子的右手。可反观阿强没有犹豫，在拔出刀子后，反手给阿曼扎了一下。在他使出全力也要将阿曼给带走时，却没料到身后的水箱处，自己的女友卡拉已经从里面爬了出来。然后他慢慢趴在了阿强的后背，阿强也顿时感受到了身上一阵凉飕飕的。不给阿强任何机会，卡拉抱住他，一路冲下了身后的围栏，从楼顶直摔下。最终两个人也是双双殉情，死在了一起。至此，电影结束。